大家好啊，我是徐工。算到今天，我这个旅游号就做满3年了。这个号每年能赚多少钱？能不能覆盖支出呢？今天正好做一个复盘，一来盘盘收支，二来聊聊过往3年的经历。按说9月初啊，我就应该做这个视频了，因为这个号的第一个旅游视频就是在2022年9月发的，到今年也就是2025年的9月，正好是3年。但是最近出了点状况嘛，一直拖到现在才算是做完了这个复盘。赚钱和支出这个事儿，我先给一个最终结论，那就是在坚持了3年之后，仅仅是达到了收支相抵的水平，也就是这个号的收入能覆盖旅途的支出，但也仅此而已了。因为我给自己选的这个主平台是 B 站，当初入场的时候也没考虑说变现什么的，做这个号纯粹就是为了记录生活。如果要考虑变现的话，那主平台绝对是不能选 B 站的。关注我的这些朋友，在 B 站发视频的人其实也不在少数，他的收益是什么水平，你们心里必然是有数的。靠他吃饭得活活饿死。除此之外，我入场时间比较晚也是一个问题。我是2022年9月份以小白身份入场的，如果是2020年或者2021年入场的话，那收入水平能上升好几个量级。我当时在其他的赛道都有号，当时的单价比之现在可不知道要高出去了多少个量级，可惜当时没能把握住，最后错失了绝好的良机。坚持做了3年，也就勉强落个不赔本而已。收支相抵的好处是什么呢？这个账号能坚持做下去，坏处是更新速度根本起不来，因为要把更多的时间放在主页上，光指着这个旅游号是没法活下去的。其实我2025年按说是应该能赚到一些钱的，但实际上没赚到，因为年初有个大失误。我从去年年底开始研究海外平台，看贵州在海外非常火，心里边就开始种草，别人报的我也报得吧。正巧我在贵州有朋友，还能通过这个朋友去了解一些当地的风土人情，那没什么可说的，搞一波试试呗。然后我们就开始计划，前后研究了好几个月，最后贵州去了，视频也做出来了，在 B 站倒是有点流量，但在那几个能赚钱的平台，那个数据真的是一个赛一个的难看。这次旅途可以说是血本无归了。所以说嘛，像我这个粉丝量级的博主，一定不能莫名其妙的认为自己行了。我目前这个水平只能靠做人文赚点收益，像是自然类和特殊地貌类的，那就不是我能驾驭得了的了。所以必须要好自为之，好好反思，等想清楚了再去进行下一次的尝试。2025年赚钱的水平大致就是这样，而我前几年的水平呢，其实还不如2025年。在2022年拍视频的时候，因为当时出门各种受限，所以只能在天津本地拍出来的视频流量只能说还凑合，但不出远门也有好处，支出的成本少，不赚但也不赔。2023年全面开放之后，那没什么说的，就是报复性旅游，报复性拍视频，然后粉丝也确实涨了一些，但成长速度比较慢。到了年底，我刷到了一个同行的视频，他说自己那一年亏了32万，我当时有点震惊啊，这是怎么亏出去的？结果我一算自己的账，发现自己亏了6万左右。合着我这是50步笑百步，看得见别人亏，看不见自己亏。所以在2024年，我就开始逐渐控制出门成本了，也在2024年做到了收支相抵。其实我这一年的收入，借着黑神话悟空的东风，确实比以前增加了，但能做到收支相抵，主要还是因为支出少了。那么支出有多么低呢？我在晋中和晋东南跑长线的时候，一共是小20天的行程，这个过程里我个人的总花销居然是不到6000元的，其中包括4次大交通、吃饭、住宿、租车、油钱、门票等等。像大交通、门票这类地方一般没什么省钱空间，这次能省是因为山西距离我常住的天津本身就近，大交通本身也不算贵，门票是赶上了好时候。山西的很多古建筑我去的时候都是免费的，后来火了之后他们才改成了收费的，这无形之中就又省了一笔。住宿的话，在山西也花不了多少，因为我们去的大部分地方都不是常规的旅游城市，
所以酒店一般都便宜，100块以下的比比皆是。而且想找贵的、条件好的那种，还不一定能找得着呢。那你高低就得住在这儿，变相的就省钱了。其余的那几项里，吃饭的省钱空间是最大的。比方说，酒店附近有家高评分的铁锅炖，正常吃的话是69块钱一锅肉的套餐，这已经不贵了。但如果仔细找，说不定还能找到39元的同款团购，吃同样的套餐立省30元。有钱人可能不在乎这个，但如果你条件跟我差不多，属于是普通人的经济水平，那最好还是省下来的钱可以让我们看到更多的风景。至于租车和油钱，这个大差不差，就是那么多。如果你能找到1-2个志同道合的，而且知根知底的朋友同行，那恭喜你，你还能节约一部分成本。2个人或者3个人一 A 账，那每个人的支出成本马上就下去了。除此之外，如果路线设计好了，那也是可以节约成本的。原则上就是尽可能的少跑路，多看古建筑和博物馆。不过在山西这个事儿倒是不难办，因为山西的古建筑比较密集，只要提前把位置调研清楚，那么每隔10几公里甚至不到10公里，我们就能找到一处古建筑，甚至还可以挑着看，宋辽金优先，元代填充，明清排在最末尾。哪能让我们这么奢侈呢？只有山西能做得到。如果有长路，一般都安排在下午5点之后去跑，因为古建筑和博物馆都关门了，这会儿的时间你随便浪费。在这样的大前提下，我们每天的密度都特别大，一般是以7天为周期，跑30个点左右。这30个点可不只是看看而已，中途要全程拍视频，找细节特写，最后无人机航拍。如果吃了闭门羹，我们俩还得玩命找平替，不然后边2小时就糟践了。所以在山西的实际体验可不像视频里那么从容，差不多每天都像打仗一样，强度巨大。晚上吃饭的时候，有时候都感觉吃着吃着就要睡着了。我那些素材就是用这种极限压榨的方式拍出来的。如此看来，我这个号能维持不亏本也挺不容易了。最近这段时间我被一些事情绊住了，不知道得什么时候才能继续出远门，但我也不会轻易断更，因为以前那些存货还够我更新2年以上。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我在2024年8月20日更新过一个山西黑猴巡礼汇总，后面总结的部分，它每一句话都用一个镜头展示了一处不同的古建筑或者博物馆类景区。这里我可以交个底，每个一闪而过的镜头背后都有一整套完整的素材，足可支撑起一集完整的视频来。所以直到现在，我手里还有一大批的山西存货。等我吃完了这些，还能不能继续更新，那就难说了。毕竟眼下的事情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办完。总之是尽人事，知天命。原则就是能看多少看多少，能拍多少拍多少，视频能做多少就做多少。我相信与历史交汇的河从不干涸，它会在意想不到的地方改道新生。就算余生再也不能出门了，或许我还能找到其他的方法，把我走过的路种进观众的记忆里，从而把那些沿途的精彩体验带给更多的人。看到这里的朋友，欢迎点赞、收藏、加关注，和徐工一起读城，一起旅行。